我叫沈燕青，26岁，沈氏集团名义上的继承人。说名义上，是因为老爷子去年把集团交给我的时候，整个董事会看我的眼神都像在看一只待宰的肥羊。我爹死得早，我妈改嫁后，我就被老爷子接到沈家老宅养着，从小到大锦衣玉食。但老爷子对我只有一个评价：燕青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的意思，翻译成商场上的语言就是好欺负。我爷爷沈鸿儒在我们本地是响当当的人物，我小时候跟在他身边，见过他三言两语打发走一个满脸堆笑的合作方，也见过他主动上门请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工匠出山。我问他怎么判断一个人能不能信，他放下手里的紫砂壶，看了我一眼说：不用判断，你真心对人，人就真心对你。真心换不来的东西，不换也罢。这话我当时没听懂，后来也没机会再问了。今天是周一，沈氏集团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空调温度打得很低，但我后背还是出了一层薄汗。长桌对面坐着3个人，领头的是我二叔沈国邦，他左手边是我堂哥沈燕婷，右手边是集团财务总监老周茂林，在沈氏干了20年的老人，老爷子一手提拔上来的。燕青，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你看一下，二叔也是为你好，集团最近现金流紧张，你把手里15%的股权转给燕婷，我们融一笔资金进来，等你以后经验足了再还给你。沈燕婷靠在椅背上，翘着2郎腿，嘴角挂着一丝我看不太懂的笑。她比我大3岁，从小在二叔的培养下学了一身商场的本事，西装袖口露出一截腕表表链，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老周坐在旁边一声不吭，手里的保温杯转来转去，杯身上印着沈氏集团20周年纪念的字样，红漆已经磨掉了一半。我翻开协议，上面的条款密密麻麻，我只扫了一眼就合上了。不是因为我看懂了，是因为我根本看不懂。老爷子教过我很多东西，诗词书画、骑马射箭、品茶下棋，唯独没教过我怎么看股权转让协议里的陷阱。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走了才1年，他的亲弟弟就要对他孙子下手。二叔，这事我得回去想想。想什么？自家人的事还有什么好想的？燕青，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最疼你，但你得明白，疼你归疼你，沈家的家业不能败在你手里。上个月物流线的回款又延期了，建材那边3个供应商在催款，这些事儿你处理得了吗？他说一句，我心口就紧1分，他说的都对，那些事我确实处理不了。上个月物流线的回款问题，我开了3个会都没理出头绪，最后还是老周出面去跟对方谈的。建材供应商催款的事更头疼，合同是我签的，但我连上面的付款节点都说不清楚。这话说的直白，白到连会议室角落里的盆栽都听懂了。那盆绿萝的叶子在空调风里抖了抖，叶面上积的薄灰被吹落了几粒，在光柱里飘了一会儿才落到地毯上。会议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不是敲是推，不是秘书通报之后推，是直接推。门板撞到墙上的纤维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老周手里的保温杯猛地一晃，枸杞水洒了2滴在桌面上，深褐色的枸杞在白色会议桌上滚了半圈停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拉链没拉，露出里面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她左手拎着一个巨大的红白蓝编织袋，鼓鼓囊囊的，袋身上印着齐齐哈尔4个字，字迹被撑得变了形。右手提着一只活的大鹅，那只鹅的脖子上系着一根红绳，正在努力地扑腾翅膀，发出嘎嘎的叫声。翅膀扇起来的风把它额前的碎发吹得一飘一飘的。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他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目光从我二叔脸上划过，从沈燕婷脸上划过，从老周脸上划过，最后落在我身上。他看了我3秒钟，那3秒钟里他的眼神从上到下把我扫了一遍，像东北菜市场里挑猪肉似的，看得我后背发紧。然后他咧嘴一笑，那笑容干净的像东北3-9天里刚铲开的雪，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你就是沈燕青？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撂，咚的一声闷响，袋子里不知道装了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右手的大鹅往我怀里一塞，那只鹅的体温隔着白衬衫传到我胸口，热乎乎的，还带着一股鹅圈里的甘草味和谷糠味。我手忙脚乱地抱住那只鹅，鹅在我怀里挣扎了2下，一双黄色的屁脚蹬在我领带上，
把领带结蹬歪了。最后他安分下来，用一双黑豆似的眼睛斜着打量我，喉咙里发出咕咕的低鸣。我叫苏锦月，黑龙江齐齐哈尔来的。你爷爷5年前跟我爷爷定了娃娃亲，我今天来履约。会议室安静了足足5秒钟，那5秒里，我听见中央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听见怀里大鹅的心跳声，听见老周保温杯里的枸杞水晃荡的声音，听见沈燕婷腕表秒针走动的声音。然后二叔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的表情像吞了一只苍蝇，眉头先皱起来，嘴角再扯下去，但很快调整成一种长辈特有的威严面孔，眉头放平，下巴收紧，眼神里装上3分严厉7分不屑。这位姑娘，你走错地方了，这里是沈氏集团总部，不是婚介所，请你……没走错。他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展开来拍在会议桌上，正好压在那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封面上面。纸张有些旧了，折痕处磨出了毛边，但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是我爷爷的笔记，小楷，端正有力。我认得那个章，小时候我偷爷爷的印章盖在作业本上，被他罚抄了50遍千字文。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看我抄到天地玄黄的玄字时，他叫停我，说这个字不能写成简体，繁体那个弯绕不过去就不叫玄了。后来他握着我的手写了7个玄字，他的手又大又暖，指节上有常年打算盘磨出来的硬茧。二叔拿起那张纸看了看，脸色变了，他先是眯起眼睛凑近了看，然后身体往后一靠，把纸递给沈燕婷，嘴角拉成一条直线。沈燕婷接过来扫了2眼，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像屋檐下的冰溜子被太阳一晒，整根掉下来摔成几截。他把纸往桌上一扔，发出啪的一声轻响。沈爷爷当年在我们村插队的时候住在我爷爷家，临走的时候定的这门亲。我爷爷等了5年没等到沈爷爷回来，后来就跟我奶奶结了婚，但这事他一直记着。上个月翻老箱子翻出这张纸，让我一定得把这事办了。老爷子说做人得讲信用，答应的事就是钉在板子上的钉子，50年也得拔出来看看还亮不亮。他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关节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分布在中指和食指的内侧，不是干农活磨出来的那种遍布全手掌的粗茧，而是长期握刀柄留下的厨师的手。一张50年前的破纸，你还当真了？苏小姐，你要多少钱？开个价，拿钱走人。10万够不够？20万。会议室里的空气忽然变了一种味道，像夏天厨房里放久了的肉。我正要开口，苏锦月先笑了。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来，左边脸颊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看起来人畜无害。钱，行啊。她伸手把桌上那份股权转让协议拿起来，翻了2页，动作随意，得像是在翻菜谱。纸页在她手指间哗哗响着，她的眼睛在条款上快速扫过，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我看这个沈氏集团总资产大概40多个亿，对吧？沈燕青占35%的股份，那就是14亿多。按照婚姻法，夫妻共同财产，你算算我该拿多少？老周手里的保温杯又晃了晃，这回枸杞水直接洒了一桌，深红色的液体在会议桌上淌开来，沿着木纹的走向分成几道细细的支流。他手忙脚乱地抽纸巾去擦，纸巾吸了水，变成一坨软塌塌的红色纸团。二叔的脸彻底黑了下来，像锅底灰抹上去的。胡闹保安，叫保安上来。不用叫。苏锦月把协议放回桌上，然后弯腰拉开那个编织袋的拉链，拉链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像一把钝刀划过帆布。袋子里面不是什么衣物行李，而是一整袋真空包装的酸菜，码得整整齐齐，每一包都用透明塑料袋封着，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黄绿色。酸菜丝在袋子里压得实实的，菜叶的纹路透过塑料袋隐约可见，像琥珀里封存的远古叶片。他从最上面拿了一包放在会议桌上，然后是第2包、第3包、第4包。这是我自己腌的，用的大白菜都是去年秋天我们家园子里种的，一颗一颗挑过，烂叶子全掰掉了，腌了整整60天。盐用的是长芦盐厂的海盐，花椒是四川汉源的，八角是广西的。沈爷爷当年在我们村插队的时候，最馋的就是我奶奶腌的酸菜，他说那个味儿他在城里花多少钱都吃不着。一包接一包的酸菜摆满了半张会议桌，会议室里渐渐弥漫开一股酸香的气息，那味道浓郁而清新。老周不擦桌子了，他吸了吸鼻子，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我不管你是谁，现在立刻给我出去。苏锦月直起腰，把最后一包酸菜放在桌上，正好摆成一条笔直的线，跟会议桌的边缘完全平行。他拍了拍手上的盐粒，盐粒从指缝间簌簌落下来，在深色桌面上像几粒细碎的雪。他抬起头看着二叔，脸上的笑容收了，眼神变得像齐齐哈尔腊月里的冰面，又硬又亮。沈国邦先生，我也给你带了一份。他从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口用浆糊封着，上面写着沈国邦亲启5个毛笔字，字迹端正有力，用的是颜体的架子，笔画粗壮厚实。他举着信封在二叔面前晃了晃，信封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弧线，带起轻微的风声。这是沈爷爷5年前寄给我爷爷的，里面写的是你这些年从沈氏集团挪走的钱款明细。沈爷爷说他活着的时候不动你，是看在兄弟情分上，但他也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所以留了这封信，说如果哪天沈燕青被人欺负了，就让我拿着这封信来。二叔的脸色一瞬间变得像会议桌上那盆绿萝的叶子，青中泛着白，白里透着青。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西装领口里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日光灯下亮晶晶的。他伸手去拿信封，手指往前伸了3寸。苏锦月却把信封往回一收，动作快得像东北老林子里的松鼠抢松塔，手一缩，信封就退回到他胸前。他把信封转了个方向，直接递到了我面前。沈燕青的东西应该沈燕青来拆。我接过信封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他的指尖，他的指尖是冰凉的，带着会议室空调温度偏低留下的凉意，但很稳，一点发抖的意思都没有。信封沉甸甸的，里面不止一张纸。沈燕婷这时候坐不住了，她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半尺，一腿在地毯上留下2道压痕。苏小姐，有些事你不了解，沈家的事。我是不了解，但我知道一件事，5年前沈爷爷去齐齐哈尔找过我爷爷，住了1个礼拜。那1个礼拜里，他每天跟我爷爷在炕上喝酒聊天，聊的全是沈燕青。他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心太软，在沈家那群狼窝里活不下去。那目光像东北冬天的风从门缝里扫进来，不声不响，但刺骨。二叔的眼皮跳了一下，沈燕婷的下巴绷紧了。所以我来了。苏锦月说完这句话，转身从桌上拿起一包酸菜，撕开包装袋。包装袋撕开的声音干脆利落，酸香味轰的一下更浓了。他直接把里面的酸菜倒进了二叔面前的水杯里。那是二叔的紫砂杯，顾景舟的款，泡得陈年普洱，据说3000块钱1两。酸菜丝混着酸汤，咕咚咕咚灌进去，茶汤从琥珀色变成了一种诡异的黄褐色，上面浮着几片白菜叶和花椒粒，花椒粒在叶面上打着转。尝尝。二叔看着自己的紫砂杯，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抓了一下，什么都没抓到，指甲在木质桌面上刮出一声细响。我怀里的大鹅适时地叫了一声，声音洪亮，在会议室里回荡了好几秒，连走廊里都能听见。那个苏小姐，你这个酸菜卖不卖？卖，不过你得排队，先紧着沈燕青吃。老周点了点头，把桌上擦枸杞水的纸巾团扔进垃圾桶里，又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表情比刚才放松了不少，像看戏看到中场休息的观众。当天晚上，我把苏锦月带回了沈家老宅。老宅是一栋民国时期建的3层小楼，青砖灰瓦，院墙上爬着半壁常春藤，藤蔓的末梢已经探到了2楼窗台。院子里种着2棵桂花树，是爷爷生前最宝贝的，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树干有海碗粗，树冠撑开来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平时一个人住，2楼的主卧空着，客房倒是收拾得干净。我给苏锦月安排了2楼朝南的那间客房，窗户正对着院子里的桂花树。这个季节桂花还没开，但树枝上已经开始冒出嫩绿的新芽，芽尖上顶着一层细细的白色绒毛，在夕阳里泛着淡金色的光。苏锦月站在窗户前看了看外面的院子，然后回过头来问我，那2棵桂花树是不是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我愣了一下，手里还拎着他的编织袋，袋子沉得胳膊发酸。你怎么知道？沈爷爷跟我爷爷说过，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院子里的金桂银桂带回齐齐哈尔种2棵。他伸手摸了摸窗框，木头窗框上的绿漆有些剥落了，露出里面原木的颜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发亮。他说金桂开花的时候是橘红色的，银桂是淡黄色的，2棵树一起开，香味能从院子飘到巷子口。
每年秋天，她都在桂花树底下摆一把藤椅，泡一壶茶，坐一整个下午。爷爷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一模一样的字句。我站在客房门口，看着他站在窗户前的背影。大红色的羽绒服已经脱掉了，搭在椅背上，白色高领毛衣裹着他笔直的脊背，整个人像一棵栽在窗前的白杨树。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橘红色的边。苏小姐，叫我苏锦月就行，或者锦月，咱俩是有婚约的人，别整那些客套的。在我们齐齐哈尔定了亲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叫全民都算生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26年来，我学过怎么在董事会上保持微笑，怎么在觥筹交错间判断谁的酒杯端得高，谁的酒杯端得低，怎么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把尖锐的问题圆过去。但没有人教过我怎么面对一个突然出现在会议室里拎着大鹅和酸菜说要跟我结婚的东北姑娘。那你先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等等，苏锦月走到编织袋旁边，蹲下来在里面翻了翻，编织袋里发出塑料袋摩擦的吸啾声。他翻出一样东西递过来，一个玻璃罐子，老干妈那种形状的，但比老干妈的瓶子大一圈，里面装着琥珀色的液体，液体里泡着几根完整的人参须和一把红色的枸杞。人参须在酒液里舒展开来，须尾细细的弯曲着，像几根金色的微型树根。枸杞沉在瓶底，聚成一团鲜艳的红。这是给你泡的，用我们那边山上的野山参，我爷爷去年秋天亲自上山挖的，泡了整整一个冬天。你晚上喝一杯，睡觉踏实。沈爷爷信里说你睡眠不好，半夜老醒。我接过罐子，玻璃罐身沉甸甸的，野山参的须子在酒液里舒展开来，像一棵缩小了无数倍的树，每一根须尾都清晰可见。酒液的颜色是深琥珀色的，对着灯光看，里面还有极细的药渣悬浮着，缓缓沉降。谢谢。谢啥？他摆摆手，转身去整理床铺了。他从编织袋里抽出一条大红色的褥子铺在床上，那褥子的颜色艳得像过年时的对联，缎面上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花瓣用金线勾了边，在客房的素色床单上摊开来，像雪地里开了一片花。这是我妈给我绣的陪嫁，绣了3个月。我说不用这么麻烦，她说不行，她闺女嫁人不能寒碜。我说我又不是嫁人，我是去履约。她说履约也是嫁人一回事。他一边铺褥子一边说话，手里动作不停。褥子的4个角被他抻得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铺好褥子之后，他又从编织袋里抽出一条被子，背面是大红缎子，绣龙凤的，被里是雪白的棉布，叠得方方正正，像一块大号的火砖。我替他关上门，拿着那罐餐酒下了楼。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我停住脚步，靠着墙壁站了一会儿。老宅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有轻微的吱呀声，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上面有一道细细的凹痕，是爷爷常年扶着上下楼磨出来的。楼上传来了轻微的声响，是苏锦月在哼歌，旋律模糊，听不清是什么曲子，但那调子悠悠扬扬的，像冬天傍晚从烟囱里飘出来的炊烟，忽高忽低，缠缠绵绵的。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餐酒，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酒液顺着喉咙滑下去，不辣，温温润润的，一股暖意从胃里慢慢扩散开来，像冬天在被窝里翻了个身。野山参特有的微苦在舌尖停留了片刻，然后变成了回甘，回甘里带着一点枸杞的甜。老爷子生前最喜欢泡餐酒，每年秋天都要托人从东北带野山参回来。他泡的酒从来不给我喝，说我年轻身体好，喝那个浪费。但每次他喝酒的时候，都让我坐在旁边，他喝餐酒，我喝茶。爷孙俩对着院子里的桂花树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眼眶忽然有些发酸。我拧紧盖子，把罐子抱在怀里，慢慢走下楼去。楼梯在我脚下吱呀作响，每一声都像老宅在叹气。第二天早上7点，我被一阵香味弄醒了，那味道从厨房的方向飘过来，穿过客厅，顺着楼梯拐了2道弯，钻进2楼我的卧室里，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捏住了我的鼻子往楼下拽。酸菜的味道，但不是单纯的酸，还混着五花肉的油脂香和粉条的淀粉香，浓烈而扎实，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牵着我的胃往楼下走。我披了件外套下楼，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脚底板被凉意击了一下。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看见苏锦月正站在灶台前，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不再是昨天那件大红色羽绒服，而是一件藏蓝色的棉布围裙，系带在腰后打了个利落的蝴蝶结，里面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袖子挽到小臂中间，
露出2截结实匀称的小臂，小臂上有一道浅浅的旧疤痕，大约2寸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淡一些，像是多年前的烫伤。灶台上的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白色的水蒸气一团一团地涌上来，在天花板下面聚成一层薄薄的雾。酸菜和五花肉在乳白色的汤汁里翻滚，粉条已经煮得透明，像一把把软玉做的细面条在锅里游动，随着沸水上下翻卷。再等5分钟，粉条还没完全入味。你家的锅比我家的薄，导热太快，粉条容易煮过头。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他在案板上切着什么东西，刀起刀落间发出均匀而清脆的声响，那节奏稳定的像节拍器，哒哒哒哒哒，每一声之间的间隔完全相等。我歪了歪头，看见他在切葱花，每一段葱花的长短几乎一模一样，大约1厘米的长度，整整齐齐地码在案板边缘，码成一座绿色的小山。你在东北是做什么的？开饭馆的，在我家县城那条街上，叫苏家小馆，开了8年了。我爸掌勺，我妈管账，我负责切菜配菜，外加招呼客人。门面不大，6张桌子，中午翻2台，晚上翻3台。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去80斤酸菜。8年，我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他今年多大？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岁数，那他应该是18、19岁就开始在饭馆里干活了。我18、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在老爷子安排的私立高中里混日子，最大的烦恼是周末开哪辆车出门。那你来这边饭馆怎么办？我爸还能再干几年。再说了，沈爷爷的事比饭馆重要。我爷爷接到那封信之后，整宿睡不着觉，说我爷爷这辈子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唯独对不起沈爷爷这份交情。50年前答应的事没办成，50年来每次喝酒都要念叨一遍。去年过年他喝了半斤白酒，又念叨起这事，念叨着念叨着眼睛就红了。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件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但我注意到他说念叨着念叨着眼睛就红了的时候，握筷子的手指收紧了一下，指节泛出一小片白。5分钟后，酸菜炖粉条端上了桌，一个白瓷大海碗，碗口有小脸盆那么大，酸菜和粉条堆得冒了尖。五花肉切成厚片，肥瘦相间，炖到半透明，肥肉部分像琥珀，瘦肉部分像玫瑰木。汤色是乳白的，上面飘着一层细细的油花和几粒花椒。碗边上摆了一碟蒜泥酱油，一碟辣椒油，辣椒油是现炸的，面上还浮着几粒焦香的芝麻。我夹起第一筷子的时候，苏锦月坐在对面看着我，她没有动筷子，双手交叠搁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眼神里带着一种等待评判的期待，像考生等成绩，厨子等时刻的表情，眉毛微微扬起，嘴唇抿着，呼吸都放轻了。粉条入口的瞬间，酸菜的酸，五花肉的香，粉条的滑同时在舌尖炸开。酸不是那种尖锐的刺激感，不是粗精兑水那种扎嘴的酸，而是一种经过发酵之后变得圆润醇厚的酸，像陈年的醋。入口先是一点点刺激，然后迅速转化成绵长的回甘。五花肉炖得极烂，筷子夹起来的时候，肉块微微发颤，入口即化，油脂的香气从舌尖一直漫到喉咙深处。粉条吸饱了汤汁，滑溜溜的，咬下去有轻微的弹牙感，像咬破一个微型的汤包。我咀嚼的动作停住了，不是因为太好吃，虽然确实很好吃，而是因为这个味道，我在老爷子的餐桌上吃过无数次，一模一样。爷爷晚年的时候请了一个东北来的阿姨做饭，姓曹，做了3年，做的就是这个味道的酸菜炖粉条。曹阿姨后来因为家里的事回了东北，爷爷念叨了大半年，说再也吃不到那个味儿了。后来他让家里厨子学着做，做了7、8回，每一回他尝一口就放下筷子，摇摇头说不对。沈爷爷把我们家腌酸菜的方子给了那个曹阿姨，但曹阿姨腌不出那个味儿，不是方子的问题，是水土的问题。白菜不一样，水不一样，温度湿度都不一样，连空气里的菌都不一样。我爷爷说，东北的酸菜离了东北的黑土地，就跟人离了魂一样，看着还是那个人，但精气神全没了。他又夹了1块五花肉放到我碗里，肥瘦相间的肉块在筷子上颤了颤，表面挂着一层薄薄的汤汁，在清晨的光线里泛着油亮的光，肉落在米饭上，汤汁渗进米粒之间的缝隙里，把几粒米染成了淡褐色。所以我这次来带了我们家菜园子里的土，包了10斤，用3层塑料袋裹着，塞在编织袋最底下，
压在所有东西下面。过安检的时候，差点被当成什么违禁品给扣了。我跟安检的小姑娘解释了半天，说这是东北的黑土，我带来种白菜的。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神经病。她说这话的时候，左边脸颊那个浅浅的酒窝又露出了来，在晨光里忽隐忽现。等开了春，在你们院子里开一块地，把土倒进去，种上大白菜，用你们南方的水浇我们北方的土，看看能长出什么味道来。我看着碗里的五花肉，忽然觉得喉咙有些发紧。我低头扒了一大口饭，米饭混着酸菜汤汁，热乎乎的滑进胃里。好吃吗？好吃。好吃就多吃点。看你瘦的跟齐齐哈尔春天的野兔子似的，风一吹都能刮跑。吃完早饭，苏锦月去院子里看那块他打算开垦的地。我站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热水冲在碗壁上，溅起细密的水雾，泡沫从指缝间溢出来，堆在手背上，像一坨坨微型雪山。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见他蹲在桂花树旁边，用手捏起一撮泥土搓了搓，然后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眉头微微皱起，嘴唇抿着，像老中医在品药材。你们这院子里的土是酸性土，种桂花树正好，种白菜不行，得调碱。怎么调？撒草木灰。你们这儿有烧柴的地方吗？没有的话用石灰也行，但草木灰最好，含钾量高。白菜包心的时候需要钾。我爷爷每年秋天都在菜地里撒一层草木灰，撒完浇一遍透水，来年开春那地黑得流油。水流从他指缝间淌过，把指尖上的泥土冲成一道细细的黄色水流，流进下水道里。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沈燕婷发来的消息。爷爷那封信里写的什么？我没回他，因为那封信里其实什么也没写。苏锦月昨天在会议室里说的那些话，关于二叔挪用钱款的明细，全是他编的。他给我的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3张白纸，一个字都没有。白纸上压着爷爷私章的印痕，章是真的，但纸上除了那个朱红色的印记之外，什么都没有，像一面空白的旗。昨天晚上我拆开信封的时候，看到3张白纸，愣了好一会儿。我把3张纸翻来覆去看了3遍，对着灯光照，用手指摸纸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翻到信封背面，看见右下角用铅笔写了一行很小的字，字迹被磨得有些模糊了。兵不厌诈，沈爷爷教的。是苏锦月的笔记，字写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划很用力，铅笔尖在纸上压出了凹痕，手指摸上去能感觉到笔画的走向。我站在厨房里，把最后一个碗擦干净，放进碗柜。碗柜是老式的木质碗柜，柜门上的荷叶有些松了，关上时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嘎吱声。我拿起手机给沈燕婷回了条消息，明天董事会上你自己看。发完这条消息，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塞回口袋。窗外的苏锦月已经站了起来，正用手比划着那块地的大小，嘴里念念有词。他的手在空中画出一个长方形，然后蹲下来，用树枝在地上画线，画出一个规整的矩形，长边约3米，短边约1.5米。这边种2行，行距40公分，株距30公分，算下来大概能种20棵左右。清晨的阳光穿过桂花树还没长齐的叶子，斑斑点点落在他的灰色毛衣上，像撒了一把碎金。他画完线站起来，退后2步端详自己的规划，然后满意的点了点头。我擦了擦手，走出厨房，站在后门口的台阶上。晨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带着隔壁院子里玉兰花的香味和院子里翻起来的泥土味混在一起。需要帮忙吗？苏锦月转过头看我，手里还攥着那根树枝，树枝上沾着湿泥。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脚上的棉拖鞋上停了一瞬。你换双鞋，拖鞋翻地翻不了。顺便把门口那个编织袋里的种子拿出来，在我羽绒服左边口袋里。我去换了双胶鞋，从编织袋里翻出那个纸包。纸包用旧报纸裹着，报纸上的日期是去年10月的，头版新闻是什么我已经忘了。打开报纸，里面是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几十粒白菜种子，褐色的，比芝麻大不了多少，圆润饱满，在掌心里滚来滚去。我拿着种子走到院子里，苏锦月已经把铁锹拿来了。铁锹是从物业借的，锹面上还有干掉的泥巴。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握住锹柄，一脚踩上锹尖，铁锹尖噗的一声插进草皮里。他用力一撬，一块草皮连带着下面5公分厚的泥土被整块翻了起来，草根断裂的声音细细密密的。草皮翻过来之后，底下的黄土露了出来，颜色比表面淡得多，干巴巴的，像放久了的面粉。
你这院子多少年没翻过了？我住进来之后就没动过。以前爷爷在的时候，有个园丁定期来打理，后来园丁年纪大了，回老家了。怪不得。他又踩了一锹下去，这一锹更深，锹面整个没进土里，翻出来的土块里夹着一截断掉的蚯蚓和几粒白色的小石子。土都板结了，根扎不下去。你看这蚯蚓都瘦成什么样了？他从土块里捡出那半截蚯蚓，放到旁边已经翻松的土面上。蚯蚓扭动了2下，钻进了松土里，留下一道细细的痕迹。你翻地，我来捡石头。行。我蹲在翻好的地垄旁边，把土块里的小石子一粒一粒捡出来，扔到墙根底下。石子有大有小，大的像拇指指甲盖，小的像米粒，扔进墙根的石头堆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苏锦月一锹一锹地翻着，铁锹入土的声音闷闷的，翻出来的土块摔碎在地上的声音脆脆的。2个人一个翻一个捡，谁都没说话，但也不觉得尴尬。院子里的桂花树枝叶轻轻摇晃，把阳光筛成不断变化的光斑，落在我们背上、手上刚翻出来的新土上。你昨天在会议室里怕不怕？怕啥？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灰色毛衣的袖口被汗浸湿了一小片，颜色变深了。怕我二叔真叫保安把你赶出去。他笑了一声，很短促，像冬天走在雪地里踩断一根枯枝的声响。他不敢，我做生意见过的人多了，哪种人心虚，哪种人胆壮，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二叔，他说话声音大，是因为他心里没底。真正有底气的人不用大声说话。你爷爷信里说你心太软，我看不是心太软，你是被保护得太好了，没见过坏人。这句话像铁锹翻出来的石子，硌在我心口上，不疼，但能感觉到它在。中午吃的是酸菜馅饺子。昨天那包酸菜开了封，就得尽快吃完，不然味道会变。他把酸菜从塑料袋里倒进一个白瓷盆里，酸菜丝挤挤挨挨地堆在盆里，酸汤在盆底汪了一小滩。他用手把酸菜丝捞起来，用力攥，攥出来的汁水顺着指缝流下去，滴进盆里，发出哒哒的声响。攥了3遍，攥出来的汁水由浓变淡，酸菜丝也由原来的黄绿色变成了浅黄色，体积缩小了将近1半。攥出来的酸汤留着，煮面条的时候放1勺，比醋好使。我爷爷说酸菜汤是宝贝，能解油腻，能开胃，夏天喝一口比喝汽水都舒坦。我坐在餐桌旁边看他调馅，酸菜丝、五花肉末、姜末、葱花、生抽、香油，他一样一样往盆里加，每加一样就用筷子顺时针搅几圈，搅到肉馅上了劲才停下。搅馅的时候，盆底在桌面上微微转动，发出闷闷的摩擦声。他的手腕极灵活，筷子在馅料里翻搅的幅度不大，但频率很高。肉馅和酸菜丝在他手下渐渐融为一体，变成一团均匀的浅褐色馅料，表面泛着油光。你手腕上的疤是烫的？苏锦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小臂上那道浅白色的疤痕，嘴角动了动。18岁那年刚学切菜的时候烫的，锅翻了，半锅滚油浇在小臂上，我妈吓哭了。我爸背着我跑了3里地到镇卫生院，大夫说再深一点就伤到筋了。后来呢？后来养了2个月，留了这道疤，好了之后继续切菜。我爸说要不你别干这个了，我说不干这个我干啥？疤是厨子的功勋章，哪个好厨子身上没几道疤？他从厨房里拿出擀好的饺子皮，是用昨天剩下的面团擀的，圆圆的饺子皮摞成一沓，每一张之间撒了薄薄一层面粉，防止粘连。他拉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开始包饺子。苏锦月包饺子的手法，我得用一整段来描述。他左手摊开一张饺子皮，托在掌心，右手拿小勺舀一坨馅料放在皮中央，馅料的量恰到好处，少1分饺子瘪，多1分饺子破。然后右手食指在碗里蘸一点清水，沿着饺子皮边缘抹一圈，接着左手轻轻一合，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饺子皮边缘，从右往左开始捏褶子。他的手指翻飞的速度极快，拇指往前一推，食指往下一压，一个褶子就成型了，每个褶子之间的间距几乎完全相同。捏完一圈褶子之后，他用拇指和食指在饺子边缘最后捏一下收口，一个圆鼓鼓的饺子就完成了，底部平平地坐在盖帘上，像一只蹲着的小白鹅。整个流程从摊皮到捏完最后一个褶子，大约7到8秒。你包饺子的速度是我见过最快的。练出来的。店里忙的时候，我一个人1下午要包1000个饺子，慢1秒，客人就多等1秒。在我们那条街上，等超过10分钟，就有人站起来走人。
他把包好的饺子一个一个码在盖帘上，横看成排，侧看成列，每个饺子的大小形状几乎完全一致，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但仔细看，每个饺子收口处那个小褶子的方向略有不同，有的朝左，有的朝右，像是他故意留下的签名。你爷爷真的让你来跟我结婚？苏锦月包饺子的手停了一瞬，很短的一瞬，短到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他的手根本注意不到。真的，但也不全是真的。什么意思？他放下手里的饺子皮，拍了拍手上的面粉，面粉在午后的光线里扬起来，像一小团淡金色的雾。婚约是真的，50年前你爷爷跟我爷爷订的那门亲是真的，那张纸是你爷爷亲笔写的，章也是你爷爷亲自盖的。我爷爷等了5年，等到你爷爷音信全无，才跟我奶奶结的婚。他拿起那张放在餐桌角落的旧纸，展开来，纸上的字迹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更加陈旧，折痕处的墨迹已经有些剥落了。沈鸿儒3个字的签名微微向右倾斜，最后一个儒字的最后一竖拉得很长，像一个人站在风里衣摆被吹起来的样子。不全真的是，你爷爷5年前去齐齐哈尔不是为了定亲，他是去还愿的。还什么愿？50年前他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我爷爷给了他30斤全国粮票和20块钱当路费。那30斤粮票是我爷爷攒了半年的，20块钱是借遍了全村凑的。你爷爷拿着那些粮票和钱回了城，后来发达了，每年都在找机会还这笔债。但那个年代通讯不方便，等他从供销社一路做到沈氏集团，再回头去找我爷爷的时候，已经过了40年。5年前他终于找到了，他带着30斤粮票和20块钱，不是还，是带了30万块钱去齐齐哈尔。我爷爷没收。我爷爷说，当年给你粮票和钱，是觉得你这个人将来能成事，不是因为指望你还。你要是拿钱来还，就是看不起我。你爷爷在我家炕上坐了一夜，2个80岁的老头子对着喝了3斤白酒。天亮的时候，你爷爷说，老苏，我这辈子欠你的还不上了，但我孙子还单着，你孙女也单着，不如让他们试试。我爷爷说行，2个老头子就在炕沿上把这事定了。他说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只有灶台上炖着的骨头汤在咕嘟咕嘟响，汤面上偶尔冒起一个气泡，啵地一声破裂。所以你来了？所以我来了。来之前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不知道你是什么性格，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神经病。但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景月，沈鸿儒这辈子没求过人，他就求了这一次，冲着这个，你就算过去看看也行。他终于开始剥手里那张饺子皮，动作比刚才慢了一些，褶子捏得更仔细了。那你现在看到了？苏锦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了一遍，然后低下头继续包饺子，嘴角弯了一下，左边那个酒窝露出来，又收回去。看到了，比照片上瘦点。你见过我的照片？沈爷爷带了一张你的照片，在齐齐哈尔给我爷爷看的。照片上你站在桂花树底下，穿着一件白衬衫，手里拿着一本书。那张照片在你爷爷钱包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年，边角都磨毛了。我忽然想起爷爷的钱包，他走后，我收拾遗物的时候确实看到那个钱包，黑色的牛皮，表面磨得发亮，里面夹层里确实有一个放照片的位置，但我去收拾的时候，照片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他把它留在了齐齐哈尔。照片上我看的什么书？千字文。沈爷爷说那本书是他教你看的第1本书。你说玄字的繁体太难写，他握着你的手写了7遍。窗外的风吹进来，桂花树的叶子哗哗响了一阵，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落在餐桌上，落在那张折好的旧纸上，落在苏锦月沾着面粉的手指上。饺子下锅的时候，水已经滚开了，白色的水蒸气从锅口涌出来，把厨房的天花板熏出一片模糊的湿痕，湿痕的形状像一幅不断变化的抽象画。苏锦月用漏勺轻轻推着锅里的饺子，那些白胖的饺子在沸水里翻滚浮沉，像一群在温泉里泡澡的小鹅。他往锅里点了3次凉水，每次点完就盖上锅盖，等水再次沸腾。这是他奶奶教的方法，点3次凉水，饺子皮更筋道，馅料也更入味。在我们齐齐哈尔，煮饺子不点水的叫懒人煮法。他揭开锅盖，热气轰的一下冲上来，他用漏勺捞起一个饺子，对着灯光看了看皮色的透明度。点过3次水的饺子，皮是弹的，馅是活的。你们南方人不懂这个。他关了火，用漏勺把饺子捞进一个大盘子里，饺子落在盘子里，发出软软的啪嗒声，每个饺子都圆鼓鼓的，
皮上挂着一层薄薄的水光。他又从碗柜里拿出2个小碟子倒醋，醋倒进碟子里的声音细细的，像远山里的溪流。最后淋上几滴香油，香油的香味和醋的酸味混在一起，在厨房里弥漫开来。他把筷子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微微发颤。不是因为冷，厨房里煮饺子的热气还没散尽，灶台的余温把整个厨房烘得暖洋洋的。是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从头到尾都很平稳，平稳到我能听出那平稳底下压着的分量。像冰面底下的水流，表面看不出什么，但你知道那力道能推动整条江。所以你就来了。所以我就来了。来之前我妈哭了一宿，说东北到南方2000多公里，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她不放心。我跟她说，妈你放心，你闺女在齐齐哈尔的雪地里滚大的，还能在南方的桂花树底下栽了跟头不成？饺子入口，酸菜猪肉馅的，酸菜切得极细，和肉馅搅在一起之后，几乎分不清哪是菜哪是肉。但咬下去的那一刻，酸菜的脆和猪肉的嫩同时在齿间炸开，酸鲜的汁水溢了满口，汁水顺着舌尖流向舌根，酸味先到，咸鲜味随后，最后是一点点回甘。这个味道跟老爷子当年请的那个曹阿姨做的一模一样，不，比那个还要好吃一些。曹阿姨的酸菜馅里少了一样东西，我一直说不上来少了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少的是酸菜攥出来的汁水又被拌回馅里的那一步。苏锦月在拌馅的时候攥出来的酸汤，她留了一勺加回去了，就是那一勺酸汤让整个馅料的味道厚了一层。好吃。苏锦月正在往嘴里送第2个饺子，听见这话，筷子停在半空，然后左边脸颊那个浅浅的酒窝慢慢漾开来，像水面被石子击中后扩散出去的涟漪。他把饺子塞进嘴里，腮帮子鼓起来，含含糊糊说了2个字：那行。他又给我夹了2个饺子，筷子伸过来的时候，饺子在他筷头上颤颤巍巍的。放到我碗里之后，他收回筷子，在自己的碗里戳了戳，低头吃了起来。厨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咀嚼声和筷子碰碗的声音。窗外的桂花树在风里轻轻摇晃，把午后的阳光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餐桌上，落在饺子盘上，落在苏锦月低着的头顶上。你带来的那10斤土，明天我帮你翻地。今天翻了一半，明天把剩下的一半翻完。苏锦月抬起头，嘴唇上沾着一点醋汁，亮晶晶的。她用拇指擦了擦嘴角，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窗外那片翻了一半的地。行，不过你的翻地技术得练练。今天你捡石头的时候漏了3颗。你怎么知道？我数着呢。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苏锦月也跟着笑了，笑声不大，闷在喉咙里，像鸽子咕咕叫。2个人的笑声在厨房里回荡，混着灶台上骨头汤的咕嘟声，混着窗外桂花树叶的沙沙声。3天后，沈燕婷辞职了，不是被辞退，是自己递的辞职信。信封上写着“呈董事会”3个字，用的是集团统一印刷的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粘得严严实实，里面的内容很短，短到只有1行：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沈氏集团副总经理职务。落款处签着他的名字，沈燕婷3个字写得比平时潦草，亭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拖出了格子线。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苏锦月那天在董事会上说的关于8000万应收账款的事，虽然一半是编的，但编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二叔连夜让人查了那家子公司的账，准确的说是让老周去查的。老周后来告诉我，他查到凌晨3点，发现沈燕婷经手的应收账款里确实有3笔存在问题，数目没有8000万那么多，但加起来也有2000多万，够让二叔做出选择了。在保儿子和保自己之间，二叔选择了保自己。他让沈燕婷自己递辞职信，对外就说个人原因。这样一来，账面的事就可以压在内部不再追究，二叔自己的位置也不会被动摇。沈燕婷来老宅收拾东西那天，苏锦月正在院子里翻剩下那一半地，他用铁锹把草皮一块一块缠起来，整整齐齐地码在墙根底下。他说草皮晒干了可以堆肥，来年春天撒回地里就是最好的有机肥料。草皮下面是被压了10几年的板结黄土，他用铁锹尖一下一下地凿，每一锹下去都发出一声闷响，像敲在一面沉睡了很久的鼓上。凿开的土块被他用锹背敲碎，里面的砖头石子挑出来扔到一边，已经在墙角堆了一小堆。沈燕婷站在院子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她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纸箱不大，但看起来挺沉，
他换了2次手。箱子最上面放着一个相框，照片是他和老爷子的合影。2个人站在沈氏集团大楼门口，老爷子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他比老爷子高半个头，微微弯着腰，配合老爷子的身高。那是很多年前的照片了。照片里沈燕婷的头发还是板寸，穿着沈氏集团的蓝色工装，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眼睛里没有后来那种居高临下的东西。他站在门口，看着蹲在地上翻地的苏锦月，站了很久。院子里的风吹过来，把他西装的下摆吹得微微扬起，他的影子投在院门的青砖地面上，拉得很长。苏小姐，那些报纸上的信息你是怎么找到的？苏锦月没抬头，继续凿地，铁锹尖戳进土里，撬出一块夹杂着碎砖头的硬土。他用锹背把土块敲碎，里面的半截红砖露出来，他弯腰捡起来，在手里掂了掂，扔到墙角的石子堆里，砖头落进去，发出咚的一声。本地图书馆报刊阅览室，7年前的核定本，一页一页翻的，翻了2天，第1天没找到，第2天下午才在第7版的角落里看到那条通报。你们这边把报纸的核定本保存得很好，7年前的纸都没怎么泛黄。沈燕婷沉默了几秒钟，纸箱在她手里微微倾斜，她赶紧用膝盖顶住箱底，重新托稳。我瞥见箱子里除了相框，还有一支钢笔，老爷子送他的18岁生日礼物，派克的金笔，笔帽上刻着他名字的缩写，一个紫砂茶杯，杯身上刻着一枝梅花，几本工商管理类的书，书脊上的烫金书名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了。那天你说他一个外人凭什么？你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认真的。沈燕婷点了点头，幅度很小，像颈椎生了锈，每动一下都要费很大力气。她把纸箱往上拖了拖，转身往外走，走了2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起伏了一下。她的背影在院门口的光线里显得比平时瘦了一些，肩胛骨透过西装撑出2道轮廓。爷爷5年前去东北的事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只跟我说让我照顾好你。我站在院子里，脚边是苏锦月刚翻出来的新土，土块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白，散发出一股干燥的泥土味。燕婷，他站住了，没有回头。爷爷书房里留了一幅字给你的，你改天来拿。沈燕婷的肩膀僵了一瞬，然后她点了点头，幅度依然很小，但我看见她抱着纸箱的手指收紧了一下，指甲在纸箱表面按出几个浅浅的印子。她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渐渐远去，一下一下的，先是清晰的皮鞋底敲在青石板上的声音，然后越来越轻，最后拐过巷口消失了。院子里的苏锦月停下了手里的活，直起腰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额角那道灰色的泥印被汗浚开了。他看着沈燕婷离开的方向看了一会儿，手里拄着锹把，下巴搁在手背上。你堂哥其实也不是坏人。你怎么看出来的？他问的是报纸上的信息是怎么找到的，不是问信封里那封信是真是假，说明他真正在意的不是被揭穿，是被人用他爷爷留下的东西揭穿了。布袋子里是他从齐齐哈尔带来的那10斤土，袋子口扎得很紧，他蹲下来解了好一会儿才解开。黑色的土，颗粒细密，在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他把手伸进袋子里抓了一把，黑土从指缝间簌簌漏下去，细腻得像面粉。沈爷爷这辈子最厉害的不是做生意，是他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被他偏爱的那一个。你二叔这么觉得，你堂哥这么觉得，你也这么觉得，但实际上他最偏的是谁，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不然他也不会跑2000多公里去齐齐哈尔，在一个老农民的炕上喝了1夜的酒，就为了给你铺这条路。我蹲下来，在他旁边，膝盖顶着他刚翻过的松软泥土，泥土的凉意透过裤子的布料传到膝盖上。你觉得我二叔会善罢甘休吗？不会，但也不急。他现在最要紧的事不是对付你，是稳住董事会上那几个摇摆的人。你只要什么？只要这段时间别犯错，别给他抓到把柄。他的把柄在你手里，你的把柄也在他手里，2个人手里都攥着对方的东西，谁先松手谁就输了，这叫恐怖平衡。对，就这个词。你们城里人说话就是比我们讲究。他把纸包打开，里面是那几10粒白菜种子，他倒进手心里，凑近看了看，挑出几粒瘪的扔到一边。瘪种子落在泥土上，颜色比饱满的种子淡一些，表面有细小的皱纹。这是我爷爷去年留的种，他自己在菜园子里选的最好的那几颗白菜，专门留了种。
选种的时候，他蹲在菜地里挑了一下午，挑出来的白菜每一颗都在20斤以上，包心包得紧紧的，切开里面雪白。他说这批种子是给你爷爷的，让他带回南方种。结果种子留好了，你爷爷没等到。种子撒完了，他用手把土轻轻覆盖上去，动作温柔的像在给婴儿掖被角。掌心把土面抹平，又在上面轻轻按了按，让种子和土壤贴得更紧。盖完土之后，他又从水桶里舀了一瓢水，均匀地浇在新土上。水从瓢沿流下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透明的弧线，落在土面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土面颜色变深了，从浅褐色变成深褐色。水渗进土里的速度很快，像土地在喝水。多久能长出来？温度够的话，3、4天就出苗，45天左右就能包心，60天能长成。到时候砍下来，我教你腌酸菜。第一缸腌好了，你拿到你二叔办公室去，就说什么？就说二叔尝尝，东北的酸菜离了东北的黑土，腌不出这个味儿。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沾着一点溅起来的泥点，左边颧骨上一小粒已经半干了，颜色像咖啡渍。我没多想，伸手替他擦掉了。指尖碰到他脸颊的瞬间，他的皮肤微微缩了一下，像被风吹过的水面，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没有躲开，我的手指在他脸颊上多停留了1秒，然后收了回来。那粒泥点蹭在我指腹上，我用拇指搓了搓，泥点碎成粉末，从指尖簌簌落下去，落在我们之间的新土上。你脸上有泥？废话，翻地能没泥吗？然后他笑了，我也笑了。2个人在新翻好的菜地旁边蹲着，膝盖上沾着黄土和黑土混在一起的泥巴，对着一条刚撒完种子的沟笼傻笑。桂花树的枝条在我们头顶轻轻摇晃，嫩绿的新芽在午后的阳光里透出半透明的质感，像一盏盏还没点亮的小灯笼。有2只麻雀落在桂花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了几声，又扑棱着翅膀飞走了。1个月后，我走进沈氏集团总部大楼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赶紧站起来喊了一声：“沈总好。”她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尾音往上挑，眼神在我脸上多停了一瞬，像是在确认走进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沈延清。早，小林。她叫林小雨，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前台做了1年。之前每次看见我都只是微微点头，从来不主动开口。今天她喊沈总好3个字的时候，声音是冲着我的脸来的，不是冲着我的背影。电梯上到18楼，走廊里碰见老周。老周手里的保温杯换了，不再是不锈钢的那个，而是一个透明玻璃杯，里面泡着枸杞和红枣，汤色红亮亮的。枸杞在热水里泡得胀鼓鼓的，红枣被切成2半，枣肉的颜色透过玻璃杯壁泛出来，像红宝石。他看见我，脚步顿了顿，然后主动侧身，让出半个走廊的宽度。周叔，早。早，燕青。1个月前他叫我沈总，叫了1年，但每次叫的时候，眼神都是往别处飘的，像往河面上打水漂，石头点一下就飞走了。今天他叫燕青的时候，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目光稳稳当当的，像钉子钉进木板里。周叔，上个月物流线的回款报表我看过了，有3个地方的账期可以缩短。你下午有空的话来我办公室一趟，我们碰一下。老周愣了一瞬，然后点了2下头，频率不快，但每一下都点得很实。行，下午3点我带报表过去。燕青，你最近变化不小。是吗？可能是家里换了厨子，伙食好了。老周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也笑了，端着那杯红亮亮的枸杞红枣茶往财务部走了。他的背影在走廊里渐渐变小，脚步比1个月前轻快了不少。会议室的格局没变，长桌还是那张长桌，椅子还是那些椅子，但坐椅子的人换了一茬。上次董事会7位董事里有4位跟着二叔点头，今天那4位里有2位没来，一个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一个是因个人原因辞去了董事职务。取而代之的是2张新面孔，一个姓孟，50多岁，老爷子当年的老部下，在沈氏干了30年，从仓库管理员一路做到区域经理，方脸堂，手指粗短，一看就是从基层做起来的。另一个姓方，40出头，跟二叔有过节，但一直被压着的少壮派，戴一副无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每一句都像提前打好了副稿。我把上季度的财报放在桌面上，封面朝上，标题是沈氏集团第3季度经营情况汇报。这份报告是我自己写的，改了7稿。第1稿被苏锦月批得一无是处，他说：“
你这写的啥玩意儿？全是套话，跟村口贴的通知似的。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谁看谁瞌睡。第二稿他看了一半说，行了，有进步，但还差得远。然后拿了一支铅笔逐页给我，标出哪里该加数据，哪里该删废话。铅笔在纸面上戳戳点点的。第7稿他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报告合上，看着我说了一句，你爷爷要是能看到这个，肯定高兴。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铅笔，铅笔尖在报告封面上轻轻点了一下，留下一个极小的灰色圆点。二叔今天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跟我的位置之间隔了5个座位。孟董事、方董事、老周，一位姓何的老董事，一位姓孙的女董事。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茶，紫砂杯还是那个紫砂杯，顾景舟的款，但里面的茶汤颜色浅了很多，从琥珀色变成了浅黄色，能一眼看到杯底。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的时候，杯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轻响，像敲门，敲到一半又缩回了手。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二叔开口了，燕青，关于上个月你提的那个供应链改革方案。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茶杯边缘转了一圈，指腹沿着杯沿慢慢滑动。二叔觉得可以再讨论讨论。上个月3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声调比后面的内容低了半拍。因为上个月他在这个会议室里说的原话是黄毛小子的异想天开，一字不差，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说话的时候，手里也端着这个紫砂杯，杯里的茶汤是深琥珀色的。不用讨论了。我把一份新的方案推出去，方案在桌面上划过光滑的木质表面，发出一声轻响。封面是浅蓝色的，印着沈氏集团供应链优化方案修订版2行黑体字。新版已经根据上次会议的意见做了调整，具体的实施时间表在第17页，各位董事看一下，有意见现在提。按你说的办。散会之后，二叔最后一个走，其他董事陆续出了会议室。老周夹着保温杯走在第3个，方董事和孟董事边走边讨论方案里的某个细节，2个人的声音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二叔2个人。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慢了一拍，皮鞋底在地毯上蹭出一声细微的摩擦声。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上嘴唇和下嘴唇碰了一下又分开。最后他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力度很轻，手掌落下去几乎没有重量，像一片树叶飘到肩章上。你爷爷当年选你是对的。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一下一下的，皮鞋底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声音比平时慢了一拍。我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他微驼的背影转过走廊拐角。他走路的姿势跟老爷子很像，都是右脚先迈出去的时候，脚尖会微微往外撇一下，撇的角度几乎相同。基因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复制出相同的小动作，在血管里埋下相同的印记，却在最关键的地方让2个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老爷子脚尖外撇的那一步，迈出去的方向是往前走；二叔脚尖外撇的那一步，迈出去的方向，我到现在也没看明白。手机震了一下，是苏锦月发来的消息：地里的白菜出苗了，你回来看。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那条沟垄上冒出了一排嫩绿的芽尖，2片子叶刚刚展开，像无数双绿色的小手从土里伸出来，朝着天空张开。紫叶上还挂着水珠，是他刚浇过的水，水珠在午后的光线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每一滴水珠里都倒映着一小片天空。芽尖从黑黄混合的新土里钻出来，嫩得几乎透明，能看见叶片里细细的叶脉，像婴儿皮肤底下的血管。我把手机屏幕凑近看了看，放大照片，一颗一颗地数那些嫩芽。数到第17颗的时候，屏幕上的图片被我的呼吸蒙了一层薄雾。我把手机揣进口袋，走出大楼。5月的南方已经开始热了，但早晚还带着凉意。我从集团大楼走回老宅，走了大约20分钟。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已经长满了新叶，叶片有巴掌大，在风里翻动着，露出银白色的叶背。巷子口卖糖炒栗子的老伯收摊了，铁锅还摆在门口，锅底残留着几粒炒焦的栗子壳，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焦甜的香气。沈家老宅的院子里，那2棵桂花树的新叶已经长全了。金桂和银桂的叶子颜色略有不同，金桂的叶子偏深绿，叶面有一层蜡质的光泽；银桂的叶子偏浅绿，叶背上的绒毛在逆光里泛着银白色。风一吹，2种绿色翻涌交叠，像2块不同质地的绸缎被同一只手轻轻抖动，
发出沙沙的声响。苏锦月蹲在菜地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齐齐哈尔市第 X 届职工运动会纪念的红字，字迹已经磨得斑驳了。缸子里是泡好的次5加茶，茶汤是浅褐色的，热气从缸口袅袅升起。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棉布衬衫，是那种老式的工作服款式。左胸口袋上还印着苏家小馆4个红字，袖子照例挽到小臂中间，露出的手臂比1个月前黑了1个色号，是这些天在院子里翻地、浇水、拔草晒的。小臂上那道烫伤的疤痕，在新晒黑的皮肤上显得更淡了。你看这颗。他指着一棵苗让我看，手指虚虚地拢在嫩芽周围，像在护着一簇小火苗。指尖离叶片大约2厘米，不敢靠太近，怕碰伤了它。这棵是所有苗里长得最快的，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壮。大壮，我们那条街上有个小孩，小名叫大壮，生下来8斤6两，全村最重。后来长得也最快，3岁就能爬上我家的沙果树。这棵叫二丫，比大壮晚出了半天，但叶子比大壮还绿。菜地里一共出了60多棵苗，整整齐齐地排成2行，每一棵都挺直了腰杆往阳光的方向伸展，2片子叶在茎的顶端对称展开，像2只摊开的手掌。子叶中间已经能看见第3片针叶的雏形了，是一个极小的绿色凸起，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黑土和黄泥混合之后变成了另一种颜色，比黄土深，比黑土浅，像被调过的颜料，赭石里加了一点点墨。照这个速度，再过半个月就该尖苗了。尖苗是什么意思？就是拔掉一些长得不好的，给长得好的腾地方。一窝里不能太挤，挤了谁都长不大。你看这2棵，现在看着都挺好，但再长1个星期，它们的根就会缠在一起抢养分，到时候必须拔掉一棵弱的，保住那棵壮的。他说到不能心软的时候，偏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很淡的笑意。那笑意不是嘲笑，是一种你看我说的对吧的确认，像老师看见学生终于做对了一道一直做错的题。我接过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次5加茶微苦，苦味从舌尖一直漫到舌根，但回甘很快，甜味从喉咙深处涌上来，把苦味冲得一干二净。茶里还泡了2颗红枣，枣味和次5加的味道混在一起，比单喝多了层甜。你今天开会怎么样？二叔说爷爷当年选我是对的。苏锦月沉默了几秒钟，他重新看回那些白菜苗，目光在一排排嫩绿的芽尖上缓缓移动，像在检阅一支小小的队伍。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吹动了他额前的碎发。他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手指在耳廓上停了一下，然后他轻轻嗯了一声。我爷爷昨天打电话了。说什么了？他说齐齐哈尔的雪化了，院子里那棵老沙果树开始冒芽了。那棵沙果树是沈爷爷插队那年跟我爷爷一起种的，50年了，每年结的沙果又小又酸，谁也吃不了几个，但年年结年年落，满院子都是沙果味。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了翻，给我看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棵老沙果树，树干有碗口粗，树皮皲裂，树枝上冒出了嫩绿的芽苞。树底下站着一个小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戴着一顶旧军帽，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深。他站在沙果树旁边，一只手扶着树干，对着镜头笑，缺了一颗门牙。这是我爷爷，今年80了，还能喝半斤白酒。他把照片往回翻了一页，翻到他和老头的合影。照片里苏锦月穿着一件红棉袄，站在沙果树底下，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老头站在他旁边，比他矮半个头，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2个人都笑着，背后的雪堆了半人高。他还说，他的声音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拨了拨脚边的一棵小草。那棵草是野生的，不是白菜苗，叶片比白菜苗窄，边缘有细小的锯齿。他把草拔起来，根上带着一小坨泥土，在手里转了转，扔到墙根底下。还说让我问问你，啥时候有空去一趟齐齐哈尔，他想见见你。风吹过来，桂花树的叶子哗哗响了一阵，把午后的阳光筛成满地的碎金。那些碎金落在苏锦月的浅蓝色衬衫上，落在他晒黑的小臂上，落在他脚边那棵被他拔掉的野草留下的浅浅土坑里。他的睫毛在逆光里变成淡金色的，微微颤动着。等这批白菜收了，苏锦月转过头看着我，他的眼睛在午后的光线里颜色很浅，像被阳光稀释过的琥珀。左边脸颊那个酒窝慢慢的漾开来，从一个小点扩散成一个浅浅的漩涡。行，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泥巴从裤腿上簌簌落下来。他弯腰拎起水桶往菜地边走，走了2步又回过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憋着笑的表情。对了，你那方案第17页的时间表改了没有？你怎么知道我写了时间表？你昨天晚上在书房改方案，改到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从门缝里看见的。你的台灯照得你的后脑勺发亮。我靠在桂花树的树干上，双手插在口袋里，树皮的纹理透过衬衫印在背上，粗粗糙糙的，带着太阳晒过的温度。院子里飘着泥土、青草和刺5家茶混在一起的味道。改了，方董事说时间太紧，往后延了45天。45天，那正好是白菜包心的时候。他把水瓢一倾，水从瓢沿洒下去，在空中散成一片透明的水幕。水珠落在嫩绿的芽尖上，落在黑黄混合的泥土上，落在我们俩并肩蹲过的那个位置。水滴砸在土面上，溅起细小的泥点，泥点落在旁边的叶片上，叶片轻轻晃了晃，把泥点抖落了。阳光穿过水幕，在菜地上方投下一道极淡的彩虹。当天晚上，苏锦月做了锅包肉。他说锅包肉是他爸的拿手菜，苏家小馆的招牌。他在店里帮忙8年，看他爸做了没有1万遍也有8000遍，但他自己从来没独立做过完整的锅包肉，因为每次他爸做完，剩下的边角料才轮到他练习，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独立做一道锅包肉。做砸了你可别骂我。做砸了我吃2碗米饭。他笑了一声，手里的刀背没停。里脊肉被他拍成大约3毫米厚的薄片，每一片的大小差不多，摊在案板上，像一排浅粉色的圆形扇面。他把拍好的肉片放进一个白瓷碗里，加料酒、盐、白胡椒粉，用手抓匀。抓完腌上，他转身去调面糊，土豆淀粉加水和一点油，用筷子顺时针搅，搅到面糊能挂在筷子上缓缓流下的程度。调面糊是最难的，吸了下油锅就脱糊，稠了炸出来的皮厚的能硌掉牙。我爸说，好的锅包肉咬下去应该是先听见脆的，再感觉到嫩的，最后才是酸的甜的，3层，1层都不能少。油锅烧到7成热，他把挂好糊的肉片一片一片滑进油里。肉片入油的瞬间，油面沸腾起来，发出密集的噼啪声，面糊迅速膨胀成淡金色的脆壳。他用长筷子轻轻拨动，防止肉片粘连。第一遍炸到肉片浮起定型就捞出来，放在铁架上沥油。炸好的肉片金黄色的，表面有不规则的细小气泡。第一遍是定型，第2遍才是上色上脆。他等油温升到8成，把炸过一遍的肉片重新倒进锅里。这一次油花翻滚得更猛烈了，肉片的颜色迅速从淡金色变成深金色，边缘微微卷起。厨房里弥漫开炸肉的香气，香得我胃里发出一声诚实的咕噜声。苏锦月听见了，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转回去继续炸。第2遍炸好捞出来立着，他另起一锅，烧热了加底油，下姜丝蒜片爆香。姜蒜入锅的瞬间，香味炸开，和炸肉的香气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更复杂的气味。然后他倒入事先调好的糖醋汁、白糖、白醋、生抽、一点盐，比例是糖3醋2。汁水倒进热锅里的声音滋啦一声，白色的蒸汽腾起来。糖醋汁在锅里迅速浓缩，冒起密集的泡泡，颜色从浅褐色变成深琥珀色。他手腕一翻，把炸好的肉片倒进锅里，大火快速颠勺。铁锅在他手里像活的一样，肉片在锅中翻飞跳跃，每一片都在几秒钟之内均匀地裹上了一层亮晶晶的糖醋汁。锅底的火苗舔着锅沿，映得他整张脸都是暖红色的。出锅装盘，金红色的锅包肉堆在白瓷盘里，每一片都裹着透亮的糖醋汁，表面泛着油润的光。盘边摆了2片香菜叶子，红绿相间，好看得像菜谱上的照片。他放下锅，用围裙擦了擦手，围裙上沾了油渍和面粉，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了。他把盘子端到餐桌上，又从碗柜里拿出2双筷子，一双递给我，一双自己拿着。尝尝。我夹起一片锅包肉，筷子夹住肉片的瞬间，能感觉到外皮那层脆壳的硬度。筷子稍微用力，脆壳发出极轻微的咔嚓声。送到嘴边，先闻到的是糖醋汁的酸甜味，酸味在前，甜味在后，混着炸肉特有的焦香。咬下去，咔嚓，那声脆响从我齿间传到颅骨，再传到耳膜，清晰的像冬天踩断一根冰溜子。脆壳在牙齿的压力下碎裂开来，然后是里面嫩的几乎不用嚼的里脊肉，
肉汁从纤维之间被挤出来，和糖醋汁混在一起，酸甜咸鲜同时在口腔里炸开。外脆里嫩这4个字，在这一刻从抽象的描述变成了具象的物理感受。我闭着眼睛嚼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苏锦月坐在对面，筷子举在半空中，一片锅包肉夹在筷子上，还没往嘴里送。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眉毛微微扬着，嘴唇抿成一条线。怎么样？比曹阿姨做的好吃。苏锦月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曹阿姨做的锅包肉什么味？曹阿姨在沈家做了3年饭，其中有一年春节，爷爷让她做过一次锅包肉。爷爷说曹阿姨的锅包肉好吃，但少了一股劲。我不知道他说的劲是什么，今天知道了。什么劲？锅包肉咬下去的第一口应该是酸的，不是甜的。你调的糖醋汁，醋比糖多，曹阿姨的糖醋汁糖比醋多。苏锦月把筷子上的锅包肉塞进嘴里，腮帮子鼓起来，嚼了2下，然后她笑了，嘴里塞着肉，笑起来声音闷闷的。我爸教我的，他说锅包肉是东北菜，东北人过冬靠的是酸菜，不是糖蒜，酸在前头，甜在后头，这才是一道菜的精神。他咽下那口锅包肉，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刺，5家茶靠在椅背上。厨房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壁上，影子的轮廓随着他身体的轻微晃动而微微变化。沈燕青，你爷爷说的少了一股劲，不是糖醋比例的事。那是什么？是一个人做菜的时候，心里想着谁。曹阿姨在你们家做饭是工作，工作做好了是本分，做不好是失职。她在你们家做了3年饭，每一道菜都做得很标准，但标准的反面就是没有自己。对，我爸做饭的时候，嘴里永远念叨着今天这道菜是给谁做的。给老张头做的就少放盐，老张头血压高；给李家嫂子做的就多放辣椒，他无辣不欢。给我做的永远多放1勺糖。他站起来收拾碗筷，端着空盘子往厨房走，走了2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声音轻轻的。今天这道锅包肉，我炸第2遍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沈燕青应该没吃过真正好吃的锅包肉。厨房里只剩下水龙头哗哗响的声音。又过了1个月，白菜包心了。菜地里的白菜从嫩绿的芽尖长成了饱满的圆球形，外层叶片是深绿色的，往里颜色一层比一层浅，最里面的菜心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用手指按上去，紧实的像按在皮球上。他选了一个周6的早晨砍白菜，那天天气很好，秋天的阳光清澈的像被水洗过，照在菜叶上，每一片叶子边缘的细微锯齿都看得清清楚楚。苏锦月蹲在菜地边上，从工具袋里抽出一把菜刀，不是厨房里用的窄刃菜刀，而是一把宽背薄刃的老式砍刀，刀把被磨得发亮，刀身上有深深浅浅的划痕。他说这把刀是他爷爷用了30年的白菜刀，专门用来砍白菜的，从齐齐哈尔寄过来的，用3层报纸裹着，外面还缠了2圈胶带。砍白菜有讲究，不能砍太深，伤到菜心就存不住了，也不能砍太浅，根留在土里，第2年烂了会生虫。他找准位置，手腕一沉，刀锋切入白菜根茎的声音干脆利落。嚓，那声音像咬断一根鲜嫩的芹菜，但更沉更闷。一颗白菜被他稳稳地托在左手里，断面平整，渗出一点点乳白色的汁液。他把砍下来的白菜放在旁边的竹筐里，白菜躺在筐底，叶片上还挂着清晨的露水。一颗接一颗，竹筐里的白菜渐渐堆高，每一颗都有小皮球那么大，最重的一颗苏锦月掂了掂说有6斤多。在东北，好白菜能长到10几斤，你们南方的土还是不够肥，明年再多掺点黑土。60多颗白菜砍了1个多小时，砍完最后一颗，苏锦月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沾在额头上。他看了看竹筐里堆成小山的白菜，又看了看空荡荡的菜地，地垄上只剩下2排整齐的圆形凹坑，是白菜根部留下的印记。他的表情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难过，也不是高兴，像是一个厨子做完了所有准备工作之后，站在灶台前看着一桌备好的食材时的那种表情。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爷爷要是看到这些白菜，肯定高兴。他种了一辈子白菜，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留的种子种到沈爷爷的院子里。现在这个心愿了了。他把砍刀在裤腿上蹭了蹭，刀面上沾的泥土蹭干净了。他把砍刀用报纸重新包好，放回工具袋里。工具袋是他从东北带来的，
一个灰扑扑的帆布袋子，上面印着齐齐哈尔市农资公司的字样。走吧，教你腌酸菜。腌酸菜的缸是一口老式陶缸，爷爷在世的时候用来养荷花的。荷花死了之后，缸就一直空着，放在院子的角落里，积了半缸雨水和落叶。苏锦月来的第1周就注意到了这口缸，说大小正好，养荷花可惜了，应该拿来腌酸菜。他把缸刷了3遍，第1遍用洗洁精去油污，第2遍用碱水杀菌，第3遍用清水冲了足足10分钟。刷完之后，把缸倒扣在太阳底下晒了3天，晒到缸壁摸上去干爽温热才算合格。白菜砍下来之后不能马上腌，苏锦月把白菜一颗一颗摊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让它们晒太阳。他说这一步叫晾菜，晾掉白菜表层的水分，腌出来的酸菜才脆。晾了整整1天，太阳偏西的时候，苏锦月蹲在石板旁边，一颗一颗检查白菜的状态。他用手捏白菜的根部，捏到发出轻微的咔嚓声，满意的点了点头。行了，可以下缸了。苏锦月先在缸底铺了一层盐，盐是从东北带来的长芦海盐，颗粒粗大，颜色发灰。然后他开始码白菜，第1层白菜根部朝外，叶子朝里，沿着缸壁围成一个圆圈。码好之后撒1层盐，再码第2层，方向和第1层垂直。1层白菜1层盐，白菜在他的手下渐渐填满了大半个缸。码到最后1层的时候，他把白菜的根部全部朝上，叶子朝下，压得紧紧的。然后他从厨房里搬出一块压酸菜的石头，一块扁圆形的青石，大约20斤重，表面被酸菜汤浸泡了几10年，呈现出一种深沉的青黑色，光滑的像鹅卵石。这块石头是我奶奶的陪嫁。他把石头搬上缸沿，然后慢慢沉进缸里，压在白菜上面。石头压下去的时候，白菜之间发出咯吱咯吱的挤压声。我奶奶用它压了50年酸菜，传给我妈，我妈又压了30年。这次我妈让我带过来，说苏家的酸菜缸不能断。石头压好之后，他盖上缸盖，缸盖是木头的，爷爷在世时找木匠配的，盖上去严丝合缝。好了，等20天，20天之后开缸，就是第1缸酸菜。他在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洗手，水流冲走了手上的盐粒和白菜叶的碎屑。20天之后是什么日子？苏锦月关上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水珠从他指尖飞出去，在夕阳里闪了一下就不见了。你爷爷的忌日。20天后的早晨，苏锦月比我起得还早。我下楼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苏锦月已经站在酸菜缸旁边了，手里拿着撬缸盖用的铁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他把铁片插进缸盖和缸沿之间的缝隙，用力一撬，缸盖发出一声闷响，松动了。他双手抓住缸盖的边缘，缓缓掀开，一股酸香从缸口涌出来，不是醋的那种尖锐的酸，也不是柠檬那种清新的酸，是一种经过20天时光慢慢发酵出来的浓郁而醇厚的酸，带着白菜本身的清甜，带着海盐的鲜咸，带着陶缸特有的泥土气息。苏锦月凑近缸口看了看，用筷子夹出一片酸菜叶，酸菜叶从原本的翠绿色变成了半透明的黄绿色，叶脉清晰可见。他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然后递给我，尝尝。我接过来放进嘴里，酸菜入口的瞬间，牙齿咬下去发出清脆的咔嚓声，酸味在舌尖炸开，然后是咸，然后是鲜，最后是一丝若有若无的回甘。这个味道和我记忆中爷爷餐桌上的酸菜完全一样，但又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味道，是一种感觉。好吃。苏锦月看着我，左边脸颊的酒窝露出来。那当然，这是用齐齐哈尔的黑土种出来的白菜，用长芦的粗盐腌的，在沈爷爷院子里的陶缸里压了20天，3种水土合在一块腌出来的酸菜，天底下独一份。当天下午，苏锦月用新开缸的酸菜做了酸菜炖大鹅。鹅是他在菜市场买的，挑了一只最肥的。卖鹅的老头问他买鹅做什么，他说炖酸菜。老头说南方人不会吃鹅，鹅要红烧才香。他说那你是没吃过东北的酸菜炖大鹅。老头不信，他就把老头拉到一边，跟他讲了5分钟酸菜炖大鹅的做法。讲完之后，老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姑娘，你这鹅我不收你钱了，你炖好了给我送1碗就行。于是那只鹅免费了。苏锦月在院子里支了一口大铁锅，是从物业借来的，铁锅架在砖头上，底下烧着木柴。他说酸菜炖大鹅必须用柴火灶，煤气灶炖不出那个味儿。柴火燃烧的声音噼噼啪啪的，火星子偶尔蹦出来，在傍晚的空气里亮一下就不见了。
大鹅剁成块，先下锅煸出油，鹅肉在热铁锅上滋滋作响，皮肉收缩，油脂被逼出来，在锅底聚成亮汪汪的一层。他下姜片、八角、干辣椒和鹅肉一起煸到香味出来，然后把切好的酸菜丝倒进去，酸菜丝碰到热油发出剧烈的滋啦声，白色的蒸汽腾起来。他用铲子翻炒，酸菜丝和鹅肉在锅里翻滚混合，酸香和肉香搅在一起，从院子里飘出去，飘过桂花树，飘过院墙，飘到巷子里。卖糖炒栗子的老伯闻着味道找过来了，站在院门口往里张望。姑娘，你这炖的啥？酸菜炖大鹅，大爷，一会儿好了给您盛一碗。老伯笑呵呵地搬了个小板凳，在院门口坐着等。没过多久，隔壁的邻居也探出头来，是个姓赵的退休教师，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小沈啊，你家院子里这是做什么呢？整条巷子都是香味。赵老师，炖大鹅呢，一会儿尝尝。赵老师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也不客气，回屋搬了把折叠椅出来，跟卖栗子的老伯并排坐在院门口。又过了一会儿，老周来了，他说他下班路过巷子口，闻着味道就走不动道了，车停在巷子口就找过来了。最后来的人是沈燕婷，她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比上次来的时候瘦了一些，但精神好了不少。我在巷子口闻到的，就知道是东北的酸菜。进来吧，拿碗。那顿饭吃了很久，院子里支起了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一大盆酸菜炖大鹅，旁边是苏锦月炸的花生米、拌的黄瓜、切的红肠。桂花树上挂了一盏临时接出来的灯泡，橘黄色的光照着桌子上的菜，照着桌边的人脸，照着大盆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酸菜炖大鹅。酸菜炖大鹅的汤是乳白色的，上面飘着一层金黄色的鹅油，酸菜丝在汤里舒展开来，吸饱了鹅汤的鲜味，每一丝都饱满透亮。苏锦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碗是家里最大号的汤碗，白瓷蓝边，每个碗里都堆着鹅肉和酸菜，浇上滚烫的汤。卖栗子的老伯喝了一口汤，眼睛瞪得溜圆。姑娘，你这手艺在这巷子里卖栗子可惜了。不对，是我卖栗子可惜了。你要是开饭馆，我天天来。大爷，我在东北就是开饭馆的。那你到南方来开一家。苏锦月笑了笑，没接话。他夹了一块鹅腿肉放到我碗里。沈燕婷倒了酒，先给老伯倒了一杯北大仓，老伯端起来抿了一口，辣得龇牙咧嘴。给赵老师倒了一杯黄酒，赵老师端起来闻了闻，说这酒得有10年了吧。给老周倒了半杯黄酒，老周说开车不能喝，然后把酒倒进一个空碗里，说带回去慢慢品。最后他给我和苏锦月各倒了一杯。锦月，他第一次直接叫他的名字，没有带姓。我敬你一杯。苏锦月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两个人都没多说什么，仰头干了。沈燕婷喝完那杯酒，眼睛红了一下，但她很快低下头去夹菜，夹起一片酸菜塞进嘴里，嚼了很久。老周端着那碗没喝的酒，忽然开口了。老沈总走的那天下午，我正好在办公室跟他汇报财务的事，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听懂，现在好像懂了。什么话？他说：老周啊，我这辈子做了很多生意，赚了很多钱，但最划算的一笔生意是50年前在东北的一个村子里用30斤粮票和20块钱做的。老周说完，把碗里的酒端起来，对着桂花树的方向举了举，然后一饮而尽。院子里的灯光在风里微微晃动，桂花树的影子在青石板地面上轻轻摇曳。晚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凉意，和酸菜炖大鹅的热气搅在一起。苏锦月坐在我旁边，膝盖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我转过头看他，他没有看我，正端着碗喝汤，汤碗遮住了他大半张脸。但我看见他碗沿上方露出的眼睛弯成2道月牙。吃完饭收拾桌子的时候，沈燕婷把我拉到一边。二叔那边我会去谈，供应链改革的事，孟董事和方董事都站在你这边，加上老周董事会里你已经有了4票，再拉一个过来，二叔就翻不了天了。你为什么要帮我？那天在院子里，你说爷爷书房里有一幅字是给我的，我今天把它拿回来了，打开看了一眼。信封没有封口，我抽出里面的纸，是爷爷的笔记，8个字：燕婷无孙，擅自珍重。他从来没叫过我燕婷无孙，他叫我从来都是燕婷，连名带姓。我一直以为他不疼我，后来我才想明白，他叫我燕婷，叫你燕青是一样的。他给每个人的称呼都不一样，但他给每个人的东西是一样多的，只不过有的人拿到的是股权，有的人拿到的是酸菜。他说完这句话，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在巷子口的灯光里越来越小，深灰色的夹克融进夜色里。苏锦月端着落成一摞的空碗从我身边走过，碗沿碰着碗沿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爷爷给每个人的东西是一样多的。你爷爷确实是这种人，他给我爷爷的是50年前欠的那份情，给你的是这栋老宅和整个沈氏，给沈燕婷的是什么？是一个知道自己被爷爷记住了的后半辈子。那天晚上所有人都走了之后，院子里只剩下我和苏锦月2个人。柴火灶的余烬还在发着暗红色的光，偶尔有一小块木炭塌下去，溅起几粒火星。桂花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苏锦月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放着那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新换的次5家茶。我坐在他旁边，2个人的影子被走廊的灯光投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挨得很近。明天我要去一趟齐齐哈尔。去多久？1个月吧，等爷爷腿好点了就回来。你回来的时候桂花应该开了。沈爷爷跟我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等到这2棵桂花树开花给我爷爷看。今年开了，我替你爷爷看了。他把搪瓷缸子递给我，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进屋里收拾行李去了。第2天一早，苏锦月走了，他没让我送，说送到机场太麻烦，他自己打车就行。他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上面写着酸菜缸的注意事项：3天加1次水，水面要没过石头，缸盖别盖太紧，留条缝透气，长了白膜别慌，撇掉就行，酸菜没坏。记住了。记住了。他点了点头，拉起行李箱的拉杆，转身往巷子口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沈燕青，你爷爷信里说你26岁了还没谈过恋爱，等桂花开了，你摘一只金桂一只银桂插在一起。然后呢？他没有回答，笑了一下，左边脸颊的酒窝深深浅浅地漾开来。然后他转过身，拉着行李箱走进了巷子口的阳光里。我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纸条，一直站到他的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了为止。桂花是12天后开的，金桂先开，银桂晚了2天。那天早上我推开院门的时候，一股甜香扑面而来，浓得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金桂的花是橘红色的，一簇一簇挤在枝头，像一团团小火焰。银桂的花是淡黄色的，颜色比金桂浅，但香味比金桂更清冽。卖栗子的老伯站在巷子口，仰着鼻子使劲嗅。小沈，你家桂花开了吧？整条街都是香的。我搬了一把梯子架在桂花树旁边，爬上去，按照苏锦月说的，摘了一只金桂，一只银桂。金桂那只选的花苞最多的一只，枝条大约1辰长，上面挤了7、8簇花。银桂那只选的开得最盛的一只，花瓣已经完全展开了，在阳光下半透明的。我把2只桂花插在一起，金桂的橘红和银桂的淡黄挨在一起，2种颜色互相映衬，谁也不抢谁的风头。插好之后，我找了一个玻璃瓶灌上水，把桂花汁放进去，摆在餐桌正中央。然后我坐下来看着那瓶桂花。等苏锦月是桂花开了之后的第5天回来的。他看见我手里拿着水舀子站在酸菜缸旁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缸里的水加多了。他直起腰拍了拍手，目光从我脸上移到餐桌上，停住了。餐桌中央那个玻璃瓶里，金桂和银桂插在一起，桂花汁在水里泡了5天，花朵不但没谢，反而比刚摘下来的时候开得更盛了。橘红色的金桂和淡黄色的银桂挤挤挨挨地拥在枝头。苏锦月看着那瓶桂花看了很久，她的大红色羽绒服在午后的光线里亮得像一团火。插得不错。摘的时候选了最长的2只。金桂那只应该再短一点，金桂香味浓，离太近了压银桂。那我剪短一点。不用，这样正好。他走到编织袋旁边蹲下来，拉开拉链，袋子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沙果干、榛蘑、黑木耳、松子，还有一包用油纸裹着的冻豆腐。我爷爷让带的，沙果是我们家那棵老沙果树结的，今年的第1批，他让我带过来给你尝尝，酸是酸了点，但沙果就该是酸的。他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爷爷让我带给你的。照片里是2个老头站在沙果树底下，左边是我爷爷沈鸿儒，右边是苏锦月的爷爷，2个人都笑着，背后的沙果树开满了花。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是爷爷的笔记：苏兄如树，50年不移。这张照片你爷爷留了5年，他放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都要看1遍。我走的时候他说，这张照片该给沈燕青了。我把照片小心地放进口袋里，然后我拿起水舀子，从酸菜缸里舀出一舀酸汤。
今晚吃酸菜炖冻豆腐。苏锦月站在桂花树底下，阳光透过金桂和银桂的花瓣，落在她的大红色羽绒服上，落成深深浅浅的光斑。行。院子里的桂花香一阵一阵地涌过来，和酸菜缸里飘出的酸香搅在一起，把整个老宅包裹进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味里。苏锦月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从我手里接过针磨盆，她的手指在水里轻轻搅动，针磨在她指间翻卷舒展。在齐齐哈尔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锦月啊，你去南方不是去还债的，债50年前就还完了，你是去找一个会给你插桂花的人。”我把苏锦月手里的针磨盆接过来，放在灶台边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放在餐桌上，靠着那瓶桂花。找着了。苏锦月正在往锅里下冻豆腐的手停了一下，豆腐块从她指尖滑进汤里，溅起一小朵汤汁。她没回头，但我看见她耳朵尖红了。锅里的酸菜汤咕嘟的越来越响，把厨房里所有别的声音都盖住了。